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。还有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电影。燃子焊吊法，手干吊龙胆有没有试过？吃了，飞下。200块吃到饱，各位，对，200块是2张红色哦，不是2张蓝色哦。对，哇塞，你看有多大颗？哇，那个汁，凶好凶。哇塞，有够嫩啦！我天，我相信它就是烤的甜刚刚好我。真的很喜欢它那个淡一点点海水的那个味道，刚刚好， 100分，就像西瓜上面撒一点点盐巴，对它把那个甜味全部拉出来。哦，爆冲，谁都不出现，两个还出现呢。这个怎么石目鱼养那么大？养那么大也不好吃啊！好吃，说实话，颜色。多漂亮！你有没有吃过有芝麻味道的吃？所以以前虱目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叫摩沙拉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哎，麻真的虱目摩沙拉，老人家都这么叫。我们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，这不只包括温暖的人情味，台湾人的软实力更是不容小觑。尤其这次要带大家认识的梁哥，更被称为是将大海带入余温的男人。实际认识后才知道，他心中的海洋不止宽广，蕴藏更深的蓝图。来到我们的养殖场哦，对先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先闻闻看。一般的养殖场会闻到不好的味道，对，对吧？对，那再来你看我们的，来各位有没有看到白龙王现身的？白龙王是白色的，那个白色的，对，那就是白化的。这边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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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也有。太清楚了吧？哎，蛮大只的呢。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小朋友，为什么它会在岸边？嗯，主要是因为它下不去，因为里面的这么大，所以这些其实下去的话变饵料。你这这真的没有吧？那一只，假的啦？你看这一只鲈鱼，那一只好歹有这样子吧？对啊，我这样子看至少这样哎。对，但是我们里面有这样的。来哦来哦，小心哦。我们的鱼还是怕生的。没事，我们第一次这样尝试。真的哦，他们还是他看他到去他到去因为还是会怕一些比较大的，一个这一口你让它吃掉就好了。太不值。怎么？真的这样子。不够饿是不是？不够饿是不是？这什么对话？小磊哦，刚好靠近。哎，他刚好靠近你。我的镜头，他把它当食物啊。天哪，他真的看吧，我正想讲，哎，这个镜头很好。真的是咬他耶！哦，慢慢黏住。他又慢慢过来，等他一下。还想再咬一口。第一次看到在养殖池里面那个鱼饿成这样。而且重点是我这么近距离喂这些我们的巨物，对。在这里只是小 baby。对啊。其实我们的饲料我们只提供给最弱势的鱼种，哪一种鱼种虱目鱼？啊、五仔鱼啊。对。那像这种瑞食性的物种，我们不投喂饲料。还是你的萨瓦鱼是为了是养的是要给他们当食物可以这么吃的？说，就剩下的鱼就是我的，吃剩下的。你看那哪里活啊？可以啦，就给。因为哈，其实，在这种生物类养殖方式出来的鱼跟虾，对，都特别好吃。你这有点像是放山鸡。对对，我现在里面的物种对总共有30几种，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鱼，它包含的藻类、对，贝类、头足类、甲壳类，都把它称为生物链的养殖方式。嗯，什么叫生物链？就是利用生物的功能性，对，让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循环共存、共有。所以我现在这里面除了龙胆、鲈鱼、虱目鱼、乌鱼、昂沙欧啊、富贵，甚至连那个叫什么牛港参，牛港参你都有牛港，参里面都有。哎，那梁哥，你这样听起来，你这里可以潜水哎。可以，而且感可以觉看的比海里面丰富，而且里面可以抓龙虾。为什么这个池水的
会这么清澈。因为我里面的主要物种是鱼贝跟鹅啊，它是最天然的净水器。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，这些有机物啊、残余饲料，对，我们把它移到这一池之后，经过鱼贝跟鹅啊的滤洗，它水就会变这么干净。那这么干净的水再回到养殖池，那你怎么收？因为用钓的啊，因为每一只都这么大。你这么大，你怎么就是这么大才不能用钓的吧？你收获都是以前我们都是围网啊，对，整个围网。你想想看哦，你围网里面有30几种不同的物种，你要在那边挑，太麻烦。梁哥，不是我要亏你，这一尾一尾钓真的省事吗？而且底下都是上百只20-30斤起跳的巨物，用这招定钩机对决，不会手软吗？会抛吗？会，那就交给你了。远的嘞。来，我跟你讲，都引过来这边，不要往这边抛。啊？你说你不是钓他们哦？没有，这些是小朋友，我们不钓小朋友，我们30斤以上起货。啊？30斤以上。你说现在还是你平常？平常，上不封顶。你上到哪里最大？你钓过？大概是我的体重。我要抛喽！小心哦！后面的人小心哦，旁边的人要小心哦。你确定你钓过？松开，离超远，松开了。你们不要紧张，搞得我很紧张。不紧张不紧张，最好的位置就是在他斜这个位置。哇，好近哦！我的天哪！对啊，吃走了。再一次。没有了，对。卡住。好了，中了，快了！没有开枪哎。好，可以往上提。对，卷，放下时候卷，再往上提。小朋友。他是小朋友。确定是小朋友，你真的会钓。来，杆子立起来，先不要卷，放下的时候卷。放下的时候卷。好，上来。上来，小只的真的是小只的，再卷。上来。小只的，我干。等一下，你把杆子弄。你手再扶上面一点，有这一只有机会可以出货哦。好，来往上提。哇，你第一只有没有？你第一只超过30斤的就这一尾喽。你怎么这么累？这么累？所以真的钓起来30以下，你就再把它放回去了。这一只可能有机会哦，要不然你就是演技派。我没有演技派。我们里面很多影帝影后，我跟你讲，看起来没有很大。女神。你是哦？哎呦，啊，这只无啦，这只绝对无。20几斤。哎，来，头很漂亮哎。我就说你看到你的鱼就知道了。哎，你放弃了，你要让它上来。我要上来试试。来，我来再收。好想下去哦。好下去，好放手。哦，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很小。这一只有18、19，18，我猜18、我猜19。它超美的。来，你拿着。哎，很漂亮哎，你看它的头。你说这一只不到20吗？没有，这一只顶多大概17、18而已。它嘴巴大到我可以看到它咽喉哎。你看它这边整个，对啊，然后你看它尾巴，它光尾巴其实就整个手掌大小。我们的龙胆石。我想说，你们现在是要聊天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说你可以感受久一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龙胆石斑，它的体色非常完美。它原本该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。这很像野生的，我在海里面如果看到一般的养的龙胆石斑都是黑色的。对，然后就算有斑纹会糊糊的。然后再来一点就是你看我们的鳍啊，黄色的，这个在养殖场几乎看不到。梁哥常说，讲一堆理论不如实际让你看，养得好不好都能从鱼的身上找到答案。男子汉钓法，手竿钓龙胆有没有试过？手竿钓不起来吧？目前为止只有我钓起来过，钓起一只40几斤的。哎，而且要30以上哦。30以上才可以出货。你这是电线杆。先讲好，一只竿子2000吧。哦，一只竿2500，还好，2500还可以，2500本单位付出得出来。我怕你讲25000我就。那个手竿在钓不能硬平，但是要进退。对，所以这个待会会是你的场所。因为我只能用我来移动。交接。好。男子汉的象征。准备了啊！好，你帮我抛是不是？对，我帮你丢。好。完全看得一清二楚。来喽！你这应该很重，它的平衡的那个施力点。
应该吞了，吞了，真的，快点，打起来！哇！等一下，我先这当热身了。等一下，对，这是先当热身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还走得动，单手还可以这样。哎，你没不 man？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在那边欺你的负小杆子要立起朋友。来，要不会断。好，杆子一定要扬起。好。哎，说是小朋友，其实啊，没有，这次很。我是，哎，我现在还扣任务哎。这一次大概顶多10斤。小刚的比我的小啦。杆子立起来，要不你永远回不来。对。好小，哎，没有，靠，才3斤啊。这么小啊？没有吧？没有，他刚才在路上有交接啦。好小，天哪！这一次顶多5斤。你还装着一副哦，好像很重。没有热身嘛。哎，这个3斤拿起来。这一次大概5、6斤吧。好，拖。5、6斤的感觉已经像是10斤左右了。有感觉，已经有感觉。这一只这么小，负债7斤。他没有体验到，好不好？我待会上了，如果够重量，给你。好，麻烦梁哥，谢谢。吞了，但这也是小只的。对，这是小只的。他太快就吞了吧？因为小的，刚才怕那个 Asa， 它其实都在这附近的。啊，这个比刚才大只一点哦。比刚才只大一点哦。大不少，不是大一点。是吗？梁哥，你不要为了面子。我要报名今年的金钟奖。来。没有啦。可以哦。好了，先大一点，差不多。有啦，比你的大蛮多的啦。是吗？你看男人就是取直接放了，直接放吗？放了。好。维以梁哥，你买安内讲，毕竟你的龙胆个个都是小钢炮等级，爆发力和冲劲没在开玩笑的。我开始担心后面挺不挺得住啊！我现在有点怕，如果掉到30斤以上的，走，再扶一下。不行。哇，不行，他被拉锯以后就扯掉了。你不能让他拉平，你一定要上来，扬着，你一定要上来，因为钩子才会勾着。Sorry。哦，你说你会钓鱼，我会，不是因为这太重了哦。打是你的错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介绍一下，世界第1等的主持人。打到一下。好了，我说了不是你的错。50号的 P 线断了。断了吗？50号的 P 线。 50号的哦。所以不是你的错，不是。你看真的 ，OK 了。哦，好痛哦！就刚才扬竿的瞬间，然后直接吐到这边，所以这一只有机会可以上秤的。对啊。好了，准备了。好。吃了。没吃。哇！哎，没吃进去啊？没吃进去。好，再来。鱼肉重击的男人。不，鱼肉直接回到我身上。小刚，你在喂鱼吧？我是请你来抓鱼，不是请你来喂鱼哦。再不上来就不给你机会哦。再不上来要换攻守交换哦。哇，这个。哎，我等下去帮你撑着啦。这个真的不是我，这个真的不是我不让他上来。他想上来。这个。吃了。等一下。不能硬翻，我刚刚就讲过了。怎么办？2500。2500。哎，真的爆肝呢，这个。哇，好痛哦！讨厌。这个一定100多斤，不要骗我。乖掉。哦，还在，鱼还在。传给我。哇，好痛哦！我直接是这样凌空下去的。我傻眼了。你有听到那个嘣一声，对不对？有。哎，观众朋友，我这个没好小，真的。对。这太夸张了。那这一只应该30、50。掉哎。因为你刚才刚好在那个。对。还好吗？还好。刚刚直接戳到，然后我是这一块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块特别？有没有？其他的。刚才我直接炸地，然后这一条。
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断的这三个，就是这前2个钩子加这根杆子，每一尾一定都是可以上磅秤。我相信啦，真的啦，真的，最后一个真的很重，因为我在那边撑，我都觉得我要被压垮了。我前面2个都是这样子，前面2个没帮你，我不知道，但这个杆子断了可以证明。很重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残念的是，鱼没钓中，反倒先被爆竿击落。原以为鱼池逮龙胆可以轻松入袋，哪知道我们这群饲料鸡全被底下的巨物玩弄在鼓掌之间。这结局不止出乎意料，更别提这海味简直是销魂勾人。这里面是什么虾？白虾、草虾都有，就海水的。对，纯海水的。还有什么？哎，你虾蛮大的呢。对啊，哎，这虾太大了吧？这虾子。这虾可以耶，还没到我们采收的这个虾规格。你不要，你不错啦，这个就是市场上，你去那种什么渔港啊什么买，就是差不多这个等级啦。没有吃过沙西米，因为我们这边是纯海水养殖。对，不用怕。所以不是不用怕，不是海水的就可以生吃。纯海水养殖，所以它的甜度啊跟它的 Q 度比较高，非常高。我没有吃过，直接打上来不到3秒就放入嘴巴的虾子。这样最一般不会直接现场这样剥开吃啊，对不对？感觉很脆，是 Q 的。怎么样？你可以说句话。超脆，而且是甜的，怎么会这么甜？是甜的。我没有煮过，也没有任何调味，但它的甜是越嚼越甜的那种甜哦。然后肉质超棒，我相信会颠覆你们一般对养殖。哎，我现在嘴巴到现在还是甜的，而且那个味道都还在。市场上大家都觉得虾子越新鲜越好剥，错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新鲜的虾。这样子它可以连壳吃咯。咬不动，口感不好，口感不好。对，所以其实越新鲜，虾子的壳越难。是为什么？我知道，没有，我知道，就是如果你所谓新鲜，但虾壳好剥是稍微煞贵，穿烫过一下，其实也就一样。真的吗？一样不好。200块吃到饱，各位，对，200块是2张红色哦，不是2张蓝色哦。对，哇塞！你看有多大颗？这个汁，好凶！这个汁这样滴，哇塞！有够嫩啦！天，我相信它就是甜。刚刚好。我真的很喜欢它那个淡一点点海水的那个味道，刚刚好，100分。就像西瓜上面撒一点点盐巴，对，然后把那个甜味全部拉出来。拉羊竿，拉羊竿。哦，爆冲！谁都不出现，羊竿出现没？这个怎么石目鱼养那么大？养那么大也不好吃啊！好吃。说实话，我们先光看颜色多漂亮。你有没有吃过有芝麻味道？连油都不用放，出来就有芝麻香气。所以以前虱目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叫摩萨巴，老人家都这么叫。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电。市场上大家都觉得虾子越新鲜越好剥，对不对？错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新鲜的虾，所以其实越新鲜，虾子的壳越难剥。是为什么？我知道，没有，我知道，就是如果你所谓新鲜，但虾壳好剥是稍微煞贵，穿烫过一下，其实也就一样。真的吗？一样不好。因为活虾本来就是皮肉壳紧粘在一起的，而料理或冷冻过程会分开皮肉壳的组织，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新鲜虾好剥的错觉。这概念不仅颠覆大众的印象，就连常见的萨巴鱼还藏有这秘密。哎，这不是虱目鱼吧？是虱目鱼。那里面60-70公分到100多公分的很型的鱼。为什么他们都集中在这一区啊？我们现在在喷料，你喷太少了吧？我没有让它吃饱啊，它是吃浮游生物，吃藻类。对。对，所以我还要它背负这些功能。净化，它要净化鱼池。因为你水太干净，
它藻类会过度繁衍。对，去氧化，所以我们就需要虱目鱼去吃藻类。你这个不是，你这哪叫虱目鱼啊？钓上来就知道了。这个怎么虱目鱼养那么大？养那么大也不好吃啊。好吃。哦，爆冲！谁都不出现，两个出现没？哇塞！跟着过去，跟着过去。哇塞！我断了，断了，收回吧，它脱钩了。哇塞！360度哎！换这个鱼鳍，它是好看一下，断了吗？它这就断了，真的断了。你们这边是吃钩的吧？你们这边养怪物吃钩的。我们这里断线是日常哎。我看到这是小朋友，这还小朋友。哦，小心！你还没玩透。对，哇塞！你这个钓到最小。喂，梁哥，你会不会聊天啊？被嘲讽了。这一只一定上来。真的不大。对，不是不大，是我会钓。啊，是。都已经钓中了。那个小刚会钓鱼。小刚会钓小鱼。头上来，让它上来。它没力了。头让它上来。其实不小啦。哎，小啦。真的啦，也有3斤啦。有啦，超过3斤。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拿出来它会跳水。那我们一般鱼钓上来之后，我们会做一个动作，活地。那活地就是我们要破坏它的脑下垂体。活地，你看它现在只剩下神经反射了，它已经没有痛觉。对。哇，人道。为什么要做活地？除了刚刚小刚讲的人道之外，再来一个，活地是日本流传300年的保鲜方式。对。因为我们在鲜为什么？因为鱼不管是鱼或虾，你捕捞上来之后，不管是捕用网子或用钓的，它会开始累积乳酸，因为开始挣扎，开始紧张，对，它会开始累积乳酸。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就是让它不会把不好的因子传导出去。活地是欧盟认同认可最友善的屠宰方式。可你怎么知道？那你就要活的放到冰桶，或活的把它。一开始都是这样，你放到冰镇去，其实鱼是痛的，它是被冻死。对，所以它的累积乳酸还是在。它目前全台湾大概只有我在这样子做。说实话，我们先光看颜色多漂亮。其实我很希望那个绿绿的有没有？摄影机可以捕捉到它的绿色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俯瞰的时候，这样俯瞰，像翡翠一样。其实这种在鱼类一般都是深海鱼或鹦哥对才有这种底色，但是我们虱目鱼其实它原本就这个颜色，只是人们养不出来。没有一般黑的。对。但是我养出来的虱目鱼就是这个颜色。那再来一个，我们看它的体型。现在你看它外面的虱目鱼，好亮，肚子都很大，都跟我一样。鱼有啊。那我们这个这样才好吃啊！你真的没有吃过好吃的虱目鱼。我知道野生差不多这种就是肉质会再扎实一点。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如果你没吃过我的鱼，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你有没有吃过有芝麻味道的虱目鱼？用芝麻油煎过？没有，虱目鱼它本身其实带有芝麻香。没有，哪有听都没听过呢？这一只虱目鱼就虱目鱼，它真的带有芝麻香。纯吃鱼肉，对，纯鱼肉什么都不用加，不是你煎炸过后的，你连油都不用放，出来就有芝麻香气。所以以前虱目有另外一个说法叫摩沙拉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哎，真的。虱目鱼摩沙拉，老人家都这么叫，因为虱目鱼它本身它吃鱼的吃藻类，所以它本身带有淡淡的芝麻香，摩阿苦，所以才会叫摩沙拉。我常讲一句话说，我没有能力让这一只鱼变好，我只是让它回到过去，让原本该属于的风味跟口感。一般养殖户一甲地会放3到5万尾虱目鱼，而梁哥只放5000尾，把生活的空间变大，活动力自然提高，当然就能养出子弹身形、鱼背厚实的 model 身材，更让消费者重新认识萨巴鱼文化。不龟波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刻。终于啊！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多好吃，这个多不一样。我见真章喽，吃了就知道。满头问号，对不对？刚刚一直讲说什么有芝麻味，没有，我们吃的虱目鱼哪有芝麻味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而且虱目鱼哪能生吃？其实日本有在吃，那因为我的虱目鱼，
日本人有买去做生死等级的。啊，真的啊？对。所以我才会想说，那为什么好东西要给日本人吃？我们也要吃到嘛，对不对？台湾人应该先吃啊。应该要先吃啊，我们就帮你吃。是。赶紧。哦，这个口感比昂刚好很多嘛。哇，好黏哦！哇塞，一点土味都没有，好夸张哦！你现在这一片就是背的部分，背。那我没有做去刺，我们就是把它薄切，就是绿色的那个。对，绿色的地方，把它做薄切。哇，它娘的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！不比昂刚差吧？它肉质比昂刚好哎。我觉得它主要油脂是在最后，它是分布的很均匀，不会让你吃到好像一整块油脂或者是一整块肉的部分，所以它是你每一次咀嚼它分泌一点点，然后最后就留在你的舌尖上面。香气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背再嫩一点点。背再嫩吗？背的口感再嫩一点点。因为我把它切薄。其实骨头都还在里面。对。只是我们吃得到，但是给不到。我觉得有一点点骨头还蛮好的，很像那种软骨。有那个口感，对。可以咀嚼。你其实这样子很厉害。对。就把它薄切。另外这一道料理是什么都没有加，盐巴也没有。我就是直接清蒸上来。但你的鱼肉怎么会这么白啊？因为我们会这么白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做过火地放血，所以我们把它不好的因子全部砍掉了。我相信跟你们以前吃的会不一样，会不会踩？我先问你，不会踩，绝对不会踩。它完全没有任何调味，可是你却可以吃到淡淡的一点点的咸味，然后衬托出那个甜味的散发。对，它的肚其实是肥的，它有它的油脂在，但是不是那种爆肥。这一只很大一块，你现在这一口会很惊人。香气很足吧？那油脂自然的香气。这肚太好吃了吧！而且没有任何调味耶。没有。它带有一点点那个 Q 度在，你下去之后，对，它是有口感，它是很像胶原蛋白那种。你吃下去之后，那个油脂是一点一点，然后直接瘫软在你的舌头上面那种油脂，就直接化开，你完全不觉得腻口。其实我常讲好吃的东西，什么叫好吃的东西？就是会让你吞啊。对。当你吃了一口之后，你会忍不住想要再夹，没夹，你的口水就会分泌出来。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卖鱼的，敢把冷掉的鱼端出来给你们吃。因为冷掉鱼那个会有味道、油耗味啊，对，会变干柴。只有你因为我们对，你很爱挑战极限的哦。没有，因为我对我的东西有绝对的自信。麻烦你细细的去品尝它的风味。它这油脂多棒啊！对啊，而且它还在低脂哎。这个煎的除了盐巴之外，什么都没放。这两个香气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表皮煎的焦焦的，它里面肉是很多的哦，它油脂的那个部分就会变得很突出。你在吃肉的时候，你吃到肚子的地方，它非常棒的就是包覆住你整个鱼肉，让整个鱼肉就是充满着油脂，香味会叠加上去更明显。而且你现在吞下去之后，我相信那个味道留在你的还留着喉头。所以我说炒过的芝麻，对，把那个香气炒出来之后留下来的那个味道。所以我才讲说你没吃过的东西，你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因为美味没办法靠想象，一定要吃过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虱目可以这样子，差距有这么大。这是什么部位？就腹排。腹排哦，你们还可以弄这样子。龙胆排。对，腹排。你有吃过龙胆排吗？我们是整只的龙胆把它分切，跟野生的。跟养殖的真的不一样。我只想问，你们有咀嚼过鱼皮吗？就是纯鱼皮是可以咀嚼的哦，化开的那种，对不对？这个鱼皮的胶质呢，然后粘性很棒，然后也是越嚼，然后香气很足。我觉得它的香气，龙胆石斑的香气，我觉得比虱目鱼足。对，我为什么我有自信说我养出的鱼比野生的更好吃？是因为野生的它会因为季节、环境、捕食，而影响到它的品质。对。那在我们的池子里面，品质不好的，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上来。是。我们上来的都是品质最好的。大家大概比较知道就是鳕鱼干。对。没有看过龙胆干，这市面上也没在。没有，这其实都是我们的
抠起来私房菜，做私房菜啊。一般比较少吃到这个东西。它吃起来不像干的，不像，我觉得比较像在嚼巧克力。它里面其实是很绵的，是软的。它是绵的，它完全不用咬牙齿，哎，你是用嘴唇这样就可以，对，把它抿掉的那种。像我这边的龙胆干几乎都是一些私厨，或比较高档的餐厅，他们会指定，对，但是这种东西我们给的也不多，拿得到手算运气好，因为我基本上因为我也爱吃所以留起来自己吃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产地到餐桌零距离，而梁哥更希望透过努力重现食材该有的原味，让民众重新定义新鲜的概念。认识他不只扭转我对养殖的观念，这趟南台湾之旅更是颠覆我对时间的概念。排队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的，10点半入场哦，现在10点49分。你不看时间，你会以为现在是中午12点，对，12点或1点之类的。而且听说昨天有人半夜来排队，真的啊？他就直接睡在车上，然后时间到的时候，快到的时候他直接下来排队，200块吃到饱。各位，对，200块是2张红色哦，不是2张蓝色哦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已经有拿到号码牌，171一天号也只有200号，一天200。哦，发完200号就没有了。套炸假鹅啊，平日不限时，1人200吃到饱，这么佛系价格，难怪人潮犹如滔滔江水，源源不绝。到底烤鸡好不好？试过才知道。哎呦，哥来了，哥来了！哦，我就直接放上去就好了，清洗干净的啦，不用清洗干净。那我吃完的话，我再拿这个篮子去装吗？对，再到外面换新的。真的可以？直接过去跟你们换新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可以一直装，一直吃到下午6点。吃到下午6点，哇塞，老板很大方哎！几档啊？第4档哦。第4档啊？哎，安尼好。对啦，个亚洲锅底、火力都香的。我刚才其实看你们 menu 很便宜耶。很便宜耶。老板他们这边真的超便宜，那个炒面佛心来的。炒面好像才100块。对。鸡在炒的不用补。哇，然后请人家。自己人也是要花时间呐。好想搬到老板家隔壁，那老板你可以开来台北用一样的价钱吗？很为难有没有？老板会哭给你看。好，你们办掉。好，谢谢，常给多谢。谢谢。你真的很便宜，很大颗对，真的很大颗。而且它是用篮去拿，一篮一篮这样给你。看这个，哇，你的汁在滴，你的汁在滴。你看这个尺寸，小心烫哦，你那个蛋还是会烫哦。小心汤汁。哦。哇塞！你看有多大颗？你看，它整个占满了整个壳哎。然后这个大小，饱满呐。饱满，真的是新鲜的壳，戴手套来是对的，推荐大家来这边请自备手套好吗？哇，你看这个汁，好凶，这个汁这样滴，哇塞！有够嫩啦！我天，我跟你讲，烤的刚刚好，甜又嫩，然后带有一点点那个海水的那个咸味。不用调味，它本身的汤汁就有咸度了，你整个吃下去，也不要烤太焦哦，它打开来再烤一下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那个肚子的地方都还有那个嫩度在，然后有够厚，有够肥美，然后鲜，
因为它火力够，所以烤很快，是可以跟得上我们吃的速度。刚刚我们试着放虾子，大概30秒就好。30秒就好了，真的30秒就好。不是在开玩笑。它火力够强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，因为有一些店你知道，虽然说给你吃到饱，但它要烤弄很久，哎呦，然后还限时，它要烤很久，这个完全不用。我现在砍一条路啊。好。开路先锋，会不会有水耶？就是你，因为草长起来，你不知道它的边缘刚好在哪里。有，刚才有微微的，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中间有没有？它垂了，我把它收紧就有了。我看到头了，有，蛮大的耶。我以为是水草哎。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定。你看它这多饱满。对。烤熟了还没有 Q 掉，我真的很喜欢它那个淡淡一点点海水的那个味道，刚刚好，100分，就像西瓜上面撒一点点盐巴，对，然后把那个甜味全部拉出来。而且你想哦，夏天来，然后喝点冰的啤酒，然后大家聊天，晒不到太阳；冬天来刚刚好，对，温暖，对不对？舒舒服服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早上9点半如果来排队，10点半入场，你吃到饱哦。结束给你算1点，哎，你下午时间还好长哦，可以出去玩，可以出去玩，可以附近，这附近到处走一走，很棒的。没错，吃饱饱才有力气爬爬照，而且想玩的最在地，跟哥走就对啦。这回来找三哥带路，这压箱秘典还得有他在才找得到嘞。他以前有养，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说没有养了，没有养你就没有管它了。那它这是活水的吗？这是活水啊，因为这边海边啊，它本来就有活的水。所以很多鱼会进进出出。对。所以我们今天算是盲钓，不知道会钓到什么。不知道钓什么，我现在砍一条路好了。好，开路先锋。会不会有水耶？就是你，因为草长起来，你不知道它的边缘刚好在哪里。对啊，所以要小心哎。哎，你看它其实。好像以为可以走得很近，没有呢。三哥现在站的地方已经是水了。要是没有砍的话，搞不好我们就掉下去了。你就走一走，哎。对。三哥已经砍出了一片平原。而且这个水真的蛮深的。蛮深的，真的蛮深的，在这么近的地方就很深，到膝盖哎。那我们就直接下竿喽。下竿了，好。三哥，我们蹲低，哦，就像好像有手榴弹要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在哪？哇，这个到那边去，赶快拉回来。你要到10点钟方向。我觉得有东西在吃哎。那就停一下，有东西在吃你就不要拉。你看，我的竿子在动哎。有。我的竿头。还有羊竿，拉枪。好，注意啦。有哎。哇塞，你新手运动很好呢，人品。很强哎，这个线。新手不是人品。我不小心把三哥的杆子弄断，我以后是本节目钓鱼黑名单。不会啦，那钓鱼哦，杆子没有断掉，就不算学钓鱼。这么难哦，天哪！真的啊！以后多发三哥，有三哥就有我，有我就有三哥。钓鱼本来就把杆子弄断了，那我只好再去钓小刚的杆子了。再去加油一下。好。哎，是有啊，有东西哎，这么小啊！这现在才开始在动。你要不要下去？啊，有。吴锅，小吴锅了，也是挂竿架的吴锅，然后。好钓哎。然后因为它拉力不大，我觉得它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它自己被钓到，很漂亮哎。然后红红的，然后超黑，颜色很漂亮。目前局势一好球一坏球。有鱼上钩，表示底下有货，能不能盲钓中头彩，就看老天疼不疼我们喽。因为现在天气热，它会躲在阴凉的地方。对啊，它晚上才会游出来觅食。反正先放。如果你放在它刚好放在它门口，它当然会出来吃啊。等一下，你看竿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中间有没有？我把它收紧就有了。希望不是钓到草。青蛙。
但它没什么在拉，还是我勾到水草？等看一下，你再拉一下。有吗？确定？有。传到吗？有，这因为没有那个是什么？是鱼是？不知道，没看到啊。等下，我收不上来，我怕杆子断了。哎，有吗？有。哎，我刚刚投了，有啊。太扯了吧！真的有哎。对啊。那你这样钓的？没有，把它拉上来一点。有。蛮大的耶！我以为是水草哎。它蛮大的，它应该是刚刚也是被水草，因为你拉了一下，可能会是那种。想不到。那我先接着，这样你就不会掉。对。我们今天值得了。哎，真的很。一大早跑来这个渔湾，值得了。真的。先吃看它的这个花生的白糖桂，你硬要讲，它有点像一点点像炸年糕的感觉也可以，但没有像炸年糕这么 Q 这么硬，它更柔软。蒜头鳗吗？这个你看它的肉多漂亮，油脂好多就不一样。我吃完的话我会回春哎。哇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对。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最改得定。可以耶。那我先接着，这样你就不会掉。对。我们今天值得了。哎，真的很。一大早跑来这个渔湾，值得了。真的。碎，晒了一个早上，好险没打龟，钓了条白鳗，算是人品大爆发而且经过三哥私房料理，这美味让人好想唱，忘不了啊！吗？这个它的皮胶质好多，对，鳗皮就是胶质，整个就粘嘴唇哎，然后里面的肉是细的，油脂好多就不一样。我吃完的话我会回春哎，哇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。哦，这蒜头好好吃，你吃那个蒜头真的蒜头完全没有呛辣味，它吃下去。跟芋泥、地瓜泥那种泥感是一样的，赞哦！蒜头是甜的哎，而且蒜头会吸收那个鳗鱼的那个胶。对，蒜头吃起来还有点粘性在。没错，有在地人带路，不止玩的不一样，更能吃出新风味。尤其这款老牌推荐，绝对满足甜甜的胃。就是要吃这个下午茶，吃点甜甜的，排队。现在只能排队。我跟你讲，他每天这边最扯的时候，他等一下可能会排到前面去一点点。这边现在排这样已经算幸运。它看起来有分很多种口味，而且你可以看到老板娘她刚才在现揉那个白糖龟，那应该是糯米，直接现弄现炸。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这有些什么口味啊？那这个是什么？它是我们的新产品紫米啊。那我要一个白糖的，叫花生的好了。然后紫米试试看好吗？紫米新的嘛，之前没看过哎。好啊，一个紫米的。紫米。阿内瓦对。一条多少？35。有一条35是不是？还有2条33块的。不用袋子，不要进。因为紫米要20块呀，紫米。这样才35块。这个35块才在台北能买什么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先吃看它的这个花生的白糖桂。表皮很脆，花生酱很浓哎，它不是那种里面都是糖粉的那种。你硬要讲，它有点像一点点像炸年糕的感觉也可以，但没有像炸年糕这么 Q 这么硬，它更柔软。没有听过紫米的呢。
这样呢，哇，很像你在吃紫米粥那个，冬天的时候不是会吃紫米粥，然后糊糊的，整个咬到嘴巴里面那种口感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大奖，还有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电影。走访各地，不管国内还是国外，我们常透过饮食文化了解在地生活。人潮爆棚的烤科吃到饱是南台湾的霸气 style， 芝麻香的萨巴希是职人用心研究找回的食材原味。每一口滋味不仅包覆着浓浓的人情味，更是品出台湾人的全新实力。